这期过来处理一起特别棘手的网络，听说他们开业那天网络就全体崩了，来了很多工程师，始终找不到原因，所以就把我喊了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把这问题给解决了。现在是还是卡还是怎么说卡？还是卡，还是卡。感觉还是卡。路由我已经换过2台了，现在整个上网还是卡在上面。关猫进来路由器，然后路由器万1万2拨号上网，然后就是断断续续，根本就是上不了网，就是网页打不开。就是网页打不开。打开一个网页，它可能刷1-2分钟，它也会给你刷出来，但是它可能过一会儿，它就全部都断了。然后现在是好了吗？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关猫的模式改成那个自动获取了以后，我昨天晚上改了，我就单独想测一下，就是它自动获取极晚不能上网的时候，我的关猫其他口能不能正常上网去？关猫的其他口自动获取的时候是可以拼一个晚上都是正常，都没有掉包的，但是只要一经过路由器了以后，在这里那个路由器那个诊断工具内，你一拼那个外网的时候，它就会掉包。那你现在是光猫是桥接还是路由？关猫现在是动态模式，自动获取上网的。两个都是。对，两个都是自动获取上网。两个都是路由模式。对。大概了解故障后，我就向师傅了解这边的线路布局，看看能不能在这些布局中找到一些线索。下面这3台是网络的。3台网络的。然后下面这5台是监控的。1、2、3、4，这个不相连吧？1、2、3、4，这4台是 POE 供电给60个摄像头的，然后这台就是相当于说监控的汇集交换机。然后它上来的这条主线我现在已经拔掉了，我怕它有一堆网桥那里怕干扰。我已经先拔掉先，现在只剩 AP 跟咱们的网络了。现在就是剩1、2、3，还有这个 AP。对。然后这个是监控的。这个是监控的。然后这一条是给 AP 的，然后这一条5号口是给这台24口的，然后这台16口连24口，这台16口也是连24口。这样接也没问题。那现在我们去看下故障还在不在？好。你现在拼外网，拼百度，它现在不通了。那你就拼360吧。你这个是极网的。极网。这个是网关吗？还是其他电脑？这个是网关的。你就拼个360吧。拼不了啊。它现在没有网络过来了，估计是没有网络过来了。现在显示是有网的。你要是像这种情况，你到那边，到机房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了。等等，没网进来啊。我打开这下。确实，网络好像是打不开了，上不了。我们到机房这边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能打开，但是有点，就刷的很慢嘞。你再打开一个。慢。对，我刚才感受到了。你看现在还没刷出来。还没有全部，实际上它还是没有全部刷完。还没有全部刷完，我看到了。你这种怎么像是 DNS 解析问题？我拿我电脑来试一下吧。对，你拿你的电脑试一下。它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每一台基本上都是一样，面板出来直接连电脑了。整个极网是没有任何环路的。我看到了。看看能不能上网，有网络进来，看看能不能打开网页。这么久，那是网页打不开了，外网还是存在问题。初步判断应该是 DNS 的问题。为了防止是小路由的原因，我这里就查了下 IP 地址，网关是100.1。那 IP 地址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就在这时候，网页才慢慢的打开，但显示的页面也不完全，看来这网络确实有问题了。这里我就测了一下网速，发现网速还是可以的，能跑到500兆。
既然 P 没有丢包，测网速也很快，就打开网页比较慢点，那应该是 DNS 的问题了。所以我就进入后台，把 DNS 改成我们海南本地的，看要改了 DNS 后，打开网页会不会流畅很多。现在网页打开都正常。现在来说应该是属于不慢，属于只能说还好。但是你真正用起来，你看现在不行了吧？你真正用起来，它不会这样的。真正用起来一打一刷就出来了。当时改了 DNS， 我是觉得网页打开非常流畅了。但师傅说这是故障可怕之处，你现在测试正常的，但是一会儿或者明年就不一定了。所以他换了3个工程师都没有把问题给解决。但眼下打开任何网页都没有卡过，而且拼外网的延迟波动也是正常的。但师傅不认为这样就修好了，所以我就和师傅说了句客套话，只能说观察使用了，明天出问题再过来一趟，我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其实当时我不打算第2天过来的，因为我觉得网页打开慢就是 DNS 的问题，毕竟我改了 DNS， 网页就打开特别快了。谁知道第2天他们又喊网络卡了。今天一早这个包是没有断的，这外网的，这内网的，这内网的。师傅一大早就过来拼了内网和外网，他说虽然一次都没有丢包，但打开网页仍旧是不正常，所以我又打开网页试了下，不正常。我现在打开网页试一下，还是会有一点了。对，不过它这种情况比昨天好多了，它能刷得出来。我这边看见，现在打开网页确实会等待那么几秒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常。当时我就觉得这师傅是不是过于敏感了，所以这才是那故障可怕之处。由于师傅一直坚持，我后面不得不回到机房反复的测试。后面我就发现确实有一定概率网页是打不开的。那时候我也测了下网速，发现测网速也是不正常，一直卡这个界面。但外网和内网的拼又偏偏是正常，这又不太像是有故障的样子。后面网速也测了出来，但确实有50兆，但第2次测速就会好一点，有300多兆。就是这时候我才确定它网络确实存在故障。大伙还记得我有一期路由器接2条宽带就会出现 bug 吗？所以就尝试拔掉1条宽带，看下网络会怎么样。结果今晚拔了，还是有一定概率打不开网页，而且测出的网速波动也非常的大，之前能跑500兆，现在只能跑100多兆了。所以当时我电脑就插在光猫上，牵着光猫正不正常？电脑接上光猫后，网页是秒打开的，而且我几次测速都能跑满宽带，关键没有任何的抖动。但是只要一接回路由，测速只有300了，而且网页有一定概率打不开。那到底是路由器的问题，还是交换器的问题？为了排除原因，我就把2条交换器的线给拔了，单独试下路由正不正常。结果发现网页是可以秒打开的，测速也是没有任何的抖动，那就是这几条线出了问题。当时我先接入1条，然后测了下网速，发现从1000掉到了700，而且网页也出现一定概率打不开，看来这1条存在问题了。后面我就按照这方法一条一条的试，最终就发现这2条蓝色线有问题。基本可以确定这条线还有这条线都存在问题，这2条都出了问题。虽说问题是这2条线引起的，但这2条线一个是负责 AP 交换机，另一个是负责下面3台交换机，加上故障不是随时发生，你要一条一条的查几乎不可能。当时我也想脚底抹油了，但是为了查清楚真相，我就摇来了一个 HCIE 网工朋友。当时他也是远程了半天，也抓了大量的包，但他短时间内根本查不出原因来。后面我就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个比网工更厉害的朋友，网安小马哥，他的技术可是跟黑客对抗级别那种。经过他一番远程，他发现电脑出现了大量的445端口，他怀疑整个网络已经被别人操控了，然后就让我每台电脑都安装杀毒软件。果然每台电脑安装了杀毒软件，就都跳出来了病毒提示。他和我说这病毒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绘画数特别高。我就马上启用绘画数统计看了下，绘画数果然高的不正常，一般电脑也就几十或者100-200，他这边基本每台都高达2-3千。后面经过全部的查杀，绘画数就全部降了下来，这时候他们网络才慢慢的恢复了过来。我是想不到还有这种故障，好在这次解决了，我们就有经验了。好了，希望我们这案例能给你带来参考。
给大伙感受一下秋叶原网线带来的恐惧。我叫五泪线，我叫五泪屏蔽线，我叫秋叶原六泪线。今天主角是我，都闪一边去。我这边准备了5类水晶头和6类水晶头，先从5类水晶头试试。呀，还真不好塞。不行了，已经用上吃奶的力了。5类的不行，换上6类水晶头试试。用力，已经很用力了，还是不行。算了，塞不进。8星不行，我试试1星，总可以吧？呀，线都塞歪了，还是没有塞进去。我再多试试一下。看侧面一点都没有进去，罢了罢了。这次换5类和6类屏蔽水晶头试试。要还是塞不进，这是人打的水晶头吗？5类屏蔽水晶头只上1星就行了。又把线塞歪了。换1星再试一下。果然不行啊，线还是塞歪了。现在到6类屏蔽水晶头了，2星试试。一用力塞就歪了，貌似可以塞进去。好像真的可以塞进去。试试能不能塞8星。故事里的最后一页，过往试一下。都重叠。我用尽所线太粗了，压根就很难平放进去。有谁无风流你任何天好像可以了。我尽量用力往里推。还是不行，面对推错位了。再试1次。这线粗的不太好平放。你听它弹起这离别，只剩我独自音乐，海山风。歪了。直到白雪，你听它延续着哽咽。看来也是不行了。仔细看，网线压根就没有推进去，直到洞口就卡住了。再没有你的我尽量再试试。罢了罢了，网线都推错位了，这真是打水晶头的噩梦呀！